这是乐天世界塔，楼高556米，比台北101还高50米。不但是韩国最高楼，也是全球排名第6高楼。只要来首尔，你一定远远就能够看到它的身影。乐天塔内集结了商场、办公室、住宅跟顶级饭店，里面住了许多韩国明星跟企业家。传说乐天塔的选址跟汉江流向呼应，能为韩国带来财富跟繁荣。它不仅是高楼，更是韩国标志性的成就。而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来看看住在里面是怎样的体验。就是要对决。在网络的激斗中，你需要像拳击手一样强大。努力是我战胜的法则，就像拳击手在擂台上迎战一样。网络安全是你在数位世界中的全套。现在透过 Surfshark， 你不仅能够保护你的隐私，还能 KO 恼人的骇客。Surfshark 能轻松穿越网络的激流，跨越地理限制，解锁全球精彩内容，拥抱更多文化和娱乐。连世界各地的购物优惠都能让你轻松拿下，成为购物擂台上的冠军。只要一个账号，就能在各种装置上无限同时使用。现在到资讯栏连结，农历新年优惠，订购2年方案会送4个月额外使用期限，以及高达10GB 的 Sally 数据。新的一年，让我们跟 Surfshark 一起 KO 所有挑战。各位，摘眼镜什么意思？我想 take 一个戴上眼镜很帅的样子啊。哦 ，OK。各位，我们来到了首尔之巅乐天塔。没错，看这个 view， 跟我们刚刚前面那一间，有没有觉得要努力赚钱？这是什么世界？因为我以为我看过的豪宅已经够多，但是这一间还是有一些点有突破我的想象。我们先请菲用帮我们介绍乐天塔，它是什么地位在韩国？它在韩国就是你可以想成是台湾的101，它是全韩国韩半岛最高的建筑物。对，我有查过，它比101还更高，高了555米，比101高了50公尺，比101高了13层楼的概念。大家想象101上面再盖一个13层楼，就是乐天塔的高度，然后是地表第5还第6高的建筑物。然后听说乐天塔里面就是什么都有，应有尽有。在那个地面上呢，它有其他百货公司，有 shopping mall，有游乐园，有电影院，然后这一整栋呢，就还有包括商办，还有高级饭店。是，那我们现在就在其中的住宅的部分，我们就在68楼。各位可能大基这几年来首尔玩，有来过乐天塔，有玩过。对，但其实观景台更高啦。对，观景台这是在最顶楼，但是我们就是不用去观景台，在正面观就好了，在家观景。没错。对。好，那在开始介绍这一间之前呢，当然还是要问本节目一定要问的问题：租屋对决。对。那这个租金要多少钱？那我们就请专业的中介来帮忙回答，因为这个是他花了很多心思帮我们瞧到的。听说连韩国 YouTuber 都没拍过。你真的是运气好。没有，谢谢 Beyond， 谢谢这位房仲，我们掌声有请这位房仲大哥。안녕하세요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会说中文？对，很厉害吧？哇！他以前在上海复旦大学，念法律系，法律系哦。这位大哥怎么称呼？要怎么叫你比较好？培哥。所以就是大家想买，大家看了喜欢，想买首尔塔，想租首尔塔，直接找你嘛。哦，对，但是你要想买是不是？我努力。裴大哥想问一下，这1个月租金多少钱？韩币来说，就保证金是11，月费是11韩币。嘿，我们本频道拍过最贵的是 Central Park Tower， 那个时候卖6500万美金，但那个时候不出租。以出租来说是本频道破纪录，200多万台币，1亿韩元。你这样等于1天就要花掉8万多。问一下裴哥，这个听说这户也可以卖，是不是？对。那多少钱买下来？你可以买吗？你说说看嘛。281韩币。多少台币？6亿5千万台币，那还行吧，还行吧，280亿啊，这个我是非常的喜欢啊，但是呢，就是因为刚刚搭电梯上来要转3次电梯啊，我再考虑一下。就有些不方便是不是？有些小不方便，所以我先参观完，我再跟裴哥说能不能下定。OK， 定金再直接汇过去。
其实原本韩国的公寓它就有附基本的设计，所以你可以直接买软装就入住就可以了。但他们另外又花了好像韩币30几亿，30几亿就重新做这个装潢，就等于花了台币7、8千万，在装潢。对，然后室内我刚刚有问10坪，大概是150坪。对，然后大家应该有感受到，就这个楼高，它算是楼中楼 penthouse。摸不到，这个应该有6到7米哦，这个楼高。他家的客厅是别人的大厅，不只是大厅吧？他的厕所好像就是我的房间。好啦，那再次谢谢裴大哥帮我们借到，那我们就要开始看一下这一间房子，谢谢。开始介绍一下这一间房间。哇，不用这辈子看过最贵的房子大概多少钱？就是这里，就这里嘛，就是这里。在这之前呢，台北的房子没有，九妹带我飞，没有，是别人带我们飞。觉得还行吗？醒过来吗？我觉得刚原本觉得很饿，现在完全不饿，太兴奋了。但是我要先讲这个房子的算是缺点吧。什么？太热吗？太热，我们距离太阳太近了。采光太好，我现在在流汗。现在是韩国的冬天呢，在家里面可能要擦防晒。要哦，要擦防晒。采光好，整个感觉就气场很好。然后跟大家讲，它室内148坪10坪，所以呢，如果你在台湾买的话，全幢要买到200多坪。那200多坪的话，刚刚我换算一下，房价是大概6亿多，所以换算下来1坪300万，也是非常贵。但是300万买到penthouse，以台北的房价来说很贵，但我怎么觉得好像比台北划算？对啊 ，CP 值不错。101没有在卖啊？对，101没有，101没有在卖。台北市最高的住宅大概就是40几楼。那我们现在就是在他们远远之上啊。远之上，对。好，那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，有非常大的玄关，它就是左右两边都有鞋柜的样子。对，然后呢，我教大家看装潢哈，就是呢，它真的一定是有花钱装潢的是，你看它的那一个放鞋的区域，置入区，它有灯，它用的应该是水泥涂料。然后呢，它的那个铁板，它是用铁件，铁件就是钱。真的吗？铁件很贵啊？台湾非常贵了，我猜韩国应该也不会太便宜。这个是花钱选的，有没有？你说这个门把？对，然后用这种绷布。对啊，它用布把鞋柜包起来。这个台湾的话，就算是一级建商也不会给到这种。是哦。这应该是花钱弄。但是另外一个点就是这个沙发，这是下沉式沙发。下沉式沙发的优点是它在情境上是相处起来会有一种角落，它的角落感会更强，有种隐蔽感这样子。有一种隐蔽感。所以你看我们玄关上来要先往上走。对。但台湾的豪宅不用往上走，台湾是水平就这样进来，所以它要先往上走，所以它先垫高，那垫高之后这边又重新下沉回来，所以下沉式沙发就会有一种我跟我的家人朋友，我们有窝在角落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它整个脚，我可以坐吗？是，应该可以吧？我都做了，大不了下次大家来的时候可以看到我在这边当员工啊。那我在旁边帮你打扫。就是今天再继续来介绍乐天塔，每天一直在那边拍。台湾人可能就难想象，通常是美式豪宅会出现，它楼公里面就3阶，所以它很厚，所以我整个脚是这样。脚是放得下来的。它可以做下沉式的另外一个炫富点是，它要够挑高才能做下沉式，地板才跟垫够高嘛。它是用地板来炫富对，它已经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了，是它本身的，它就是要penthouse够高才能做下沉式。就是如果是一般的就没办法做下沉式。不行啊，你硬做的话，你天花板就变很矮，你头就会变矮。它这边有留一面很大面的这个墙，你就可以放电视或是投影机。这一户的装潢，我觉得它应该真的是很现代。这个柱子就是一个曲线的柱子，然后还做一个悬浮天花板，它从原本的天花板再降一阶做一个方形。大家都是想要挑高，它已经太高，它已经挑太高，它应该6到7米，所以对它做这个悬浮的同时呢，你去看它修饰，它那个线条，空调可以从那边出来。但是这个灯应该是一般建商不会给的吧？应该不是，今天他们自己重新装潢的时候买的。像那个墙壁也是，他刚刚有说原本都是大理石，对，但他其实就觉得太暗了，所以就把它又改掉。我个人一进来最大的亮点是，我觉得景。对 view， 然后跟这个下沉式的沙发，而且这个沙发随便坐应该10个人吧。然后就是可以在那边看电视。接下来我们就交给在首尔主场的主妇来帮我们介绍一下，我们现在面向哪里？乐天塔是位在江的南边。那我们这一区呢，如果大家有来玩的话，就知道乐天世界的一个游乐场。是。它直接我们在这边就可以看到下面的人。
这个视角完全是就是很像模拟城市，刚刚也这样讲，因为模拟城市你才可以用这个视角，然后你盖一个乐园给你的模拟市民玩，然后你的那个小推车就在上面跑。小推车，对，然后我们这边看那个乐天乐园的大怒神非常小一根，对，它就这样小小的，小小一根，就是乐天乐园应该很多台湾人去过，对，然后因为乐园开的比乐天塔还要更久，更早一点，更早，对，所以它就是你可以从这边就直接看到人家在玩云霄飞车。我有跟 Fion 在讨论，就是这一个应该有顾及到华人的风水，是因为乐天乐园周围是一个湖之外，它旁边还有另外一个湖。对，它一共2个湖，它是这样一左一右的。对，然后豪宅很喜欢盖在水的旁边，因为湖代表的财，水代表钱。它就不用在家里面放鱼缸嘞，它外面就有超大2缸。鱼缸是吗？在那里啊。炫富成这样，他们会帮我赚钱。对，然后这一区呢，在这边是除了是乐天世界之外呢，往那边看的话就是江南style的江南。哎呀，对，我每天都可以看到。这边其实也很贵，对不对？他们说这边叫禅室。对，禅室，它在江南的右边，但是也是很贵的区域，然后是比较新的区域。所以江南、禅室、然后汉南洞这3区是都很贵。对，但是这边这一区会比较多新的豪宅。所以这边是 New Money。对 ，Old Money 在江北，中世代在江南，然后再更新就会来到这里禅室这一区。禅室，然后我刚刚走进来，就是它这个落地窗是曲面的，我没看过的。像我们去拍那个 Central Park Tower 就是方形的，然后我们在台湾拍豪宅也是方形的方正。然后这种曲面的话，第一个是它的面积软装会比较难规划，所以它就是一个炫富。对啊，你看，如果要放个柜子，好像都不知道放哪。就是我不在乎这些软装，反正大家都会配合我。对。说如果你软装要进来的话，这边可以放一个餐桌，在这个灯下面，所以你可以看着夜景，然后这边吃 fine dining， 然后后面就是厨房。好，接下来呢是它的外厨房大中岛，它这个很现代，因为主流以前的豪宅中岛会用石材，用这种有点像是金属然后钛的这种质感，然后放了一个奢华厨具的 IH 炉，这边都是橱柜，冰箱在旁边，冰箱跟酒柜都是内嵌的，而且全套都是 Gardner， 非常贵，酒柜可能20-30，冰箱可能30-50。然后我刚刚寻了一下，它只有烤箱是米勒，它有几个亮点。首先在这里，这一间是洗衣房兼佣人房，当然佣人房没有到很大间，但是它给佣人的装潢其实很好，应该是木地板，它上面还有做天花板。因为我在台湾参观豪宅，很多佣人房是完全没装潢的，然后它会在阳台旁边。就是工作阳台旁边，然后他是选择在厨房的中间，然后佣人有自己独立的一套卫浴。但是他好像放不了床哦，就是要打地铺了。但是其实韩国人蛮习惯打地铺的，所以我觉得也 OK。不过刚刚他们也有说，就是其实是让佣人休息的地方，对，不是过夜，对只是可能待一下，滑个手机，发个呆，对，这样子。这个听说是，这我非常羡慕，我很希望我家也有。你家没有？我家没有。看打开来，里面可以丢什么？哎呀，你丢厨余，超方便。这很美式对，你就直接丢下去就可以了。这个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他们的次卧，也就是他们的小孩房或者是长辈房。第一次看到这么高的廊道，哇，很夸张那怎么换灯泡啊？好，不知道。对不起，是我们平民的想象，我们的苦恼。哇，很美耶！怎么可以卧室也有这种 view 啊？这太犯规了吧？这是另外一个面向。哇，很美耶，很美耶。这是我们刚刚讲的另外一个湖。对，它就是两个湖然后它这边有现代艺术对啊，一个泼墨的感觉。泼墨很现代然后这里应该就是放床，应该放靠那个位置。对，这个也是有它的自己的很大的衣柜。而且因为它挑高，它衣柜超高的。那这个就是也是定制的。系统柜这么大，棉被要怎么拿？又要烦恼，对，用夹子。是拿楼梯。它这天花板做间接照明，而且它有自己的卫浴，它有自己的全套的这个卫浴。然后小重点，如何展现你家有钱没地方花？也不能说有钱没地方花，就如何展现你家是奢华，就是你看那门超大片的，它是随时可以悬停的铰链。对啊，它没有就是倒过去，它不会啪。它而且是无声的。有没有？它用的铰链很高级。你说就是避免吵架甩门这个是在隔壁的另外一间客房，这一间如果以它的墙壁的风格，是不是就比较成熟一点？对，跟刚刚那种自由挥洒的感觉比较不一样。而且这一间有给更衣室跟那个化妆桌，所以感觉不知道是不是长辈房或是客房。这个 view 真的是百看不厌呢，怎么可以这么厉害啊？真的很夸张。而且现在是秋天，所以你看到绿色、黄色、红色，对，这样子的交错。然后你到春天是什么？樱花。是樱花吗？
哦，韩国有樱花。对，所以它樱花会变得很美。那边会变成粉红色的吗？对，就是有些树木就会变成粉红色的，然后冬天会变什么？白色的。对，白色，因为冬天下雪。冬季恋歌。对。现在年轻人知道冬季恋歌吗？我冬季恋歌是什么啊？我就是也是制作人跟我讲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哦，是这样子吗？是这样子吗？好高哦，这每个房间都好高哦。对，很夸张哎。试图要跳。我很喜欢它的天花板，因为有一些挑高的房子，它的天花板做的就是中规中矩，但是它天花板的那个线条收的都很美。而且它天花板为什么会有一种就是层次的落差？对，就是我说的悬浮感。它用悬浮感就可以去修饰掉它空调口，它还可以去修饰梁，所以你看不出梁在哪里。真的。它就把梁应该在这个位置。然后现在都是用间接照明。对，有一些砍灯，但也有间接照明。然后梁应该是在这个位置，它就降下来，或是在那个位置，有没有？这可能是一条梁。就全部盖住了。对，它去修饰它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很漂亮的更衣间啊，我们去看一下，它有2楼。那大家可能刚刚有发现，它其实是一个楼中楼。对，就是上面还有一个多用途的空间。我感觉是书房的空间，或者是那个游戏间。哦，又或者是说你想要放什么收藏品？Fion的小孩几岁？1岁。1岁好像不能有这种阶梯哦，就是要贴那种很丑的粉紫色的防撞条。对，我们家是贴白色啦。啊，白色还行啦。对，但是你想想这个这么漂亮的石头，然后你给它贴白色的防撞条。哎，你想想看哦，就是假设我在上面是 gaming room 或者是书房，对，我下来我会看到我的家人在那个下沉室，就感觉很温暖，很温暖，很温暖，没错，很美。对，这就是多功能啊，可以当 gaming room， 也可以当书房。对，而且这边一样有 view， 就是你一样看出去，就是这个68楼的 view。对，它这边都是一样是做玻璃窗户。对，你是不是想去看主卧？我想看主卧。好，去看主卧，去看主卧。谢谢九妹老板。接下来呢，这个就是标准的豪宅。你看哦，它的主卧自成一区，房间的主人自己在这一区，所以客人或者是小孩或者是家人是分开来的，就要跟他们分开，这样子才好啊。就是我可以都待在里面，所以主卧自己有一区，然后客房自己在另一区，用公领域去把它们分隔开。哦，原来会这样。这个就是全世界主流豪宅动线会这样。不愧是明哥，也是别人跟我说的。就会说自成一格呢，是因为主卧的一个小的 mini bar， 像饭店一样。今天要喝水啊，或吃零食，我不用走出去。就是我可能甚至可以穿着睡衣，假设外面有客人的话，让别的家人接待。他就是走出来，他选了一个很漂亮的食材。对，这好漂亮。他这边是应该是放酒杯，而且这边也是金属，这也是贵的吗？对，这绝对是贵的。是嘎根的酒柜。我看豪宅很喜欢看它那个实木柜体的做工。你说它那个推进去的丝滑感。丝滑感。我们来进入主卧区，好大哦！有没有感觉到主卧自成一区？就是主卧有主卧的书房，或者主卧有主卧自己的小客厅。它4边都有留电，有没有？一共有8个插座哎。对，它插座都有留，所以其实你的电视不管放这边或放那边都可以。就是在自己的卧室里面还有一间房间。对，只要坪数够大，就是这么开心。哇，更衣室哎！等一下，它更衣室比我家房间还大，超大！这个更衣室很大 ，Oh my god！这更衣室超巨大的，反正收纳空间越多，而且应该全部都做好抽屉。对啊。然后它这边它还有分门，就是你要换衣服的话，这是透明的，是一个暗色的玻璃，很有情调啊。然后又一个更衣间，男生更衣间比较小，合理，主流都这样。而且通常呢，不管多大，都还是会侵蚀到男更衣间，这是一定要的吧？所以男更衣间最后可能会放在客房那里。那边变成另外一个更衣间。对，反正但它有分区啦。对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那个浴室，哇，这个浴室3分里标准的。天哪！它竟然有一个木头的浴缸。对耶！早上走进来的时候闻到一个木头香味，很有情调，瞬间日式起来了哎。对呀。这个浴缸应该可以泡2个人。2个人可以吧？应该可以。我们不需要示范吧？我随便讲的。顺便，最近这个外国人妻的话题有一点。但这个面盆不是双面盆，对呀，有点可惜。因为双面盆很实用，对，就是爸爸妈妈用一个，然后小孩的东西在左边。对啊，因为小孩的东西跟大人的东西就很多。对，但也是够放啦，左右一人一区啦。对，他走的也是这种饭店的这种穿透式，他让外面采光可以直接。他就让你刷牙的时候也可以看风景对，刷牙洗澡的时候还是可以远眺整个首尔，远眺江南，看着天空洗澡是。我们去看一下主卧区域。好，这个在进主卧之前有一个化妆桌。
很赞呢，很美很美。对，而且它这边是可以有灯的。哎呦，补光灯，对，补光灯，那画起来更好。哎，那我问你，你是坐着化妆派还是站着化妆派？我是站着化妆哎。女生是不是很多都站着化妆？我看很多豪宅一开始设计是男生设计师设计的话，他的这个化妆桌有的会比较深，所以有的时候女生其实想要这样子化，对，我想要贴近镜子。对，她这样这边这个深度是可以的。而且她也没有椅子哎。她就是设想女主人是会站着化妆的，好像是哎，对不对？对，她是这样子化妆，然后下面就放化妆品嘛，就这样补。对，因为有些化妆桌就比较深，然后就会女生最后呢，她会找全身镜化妆，她也不见得会在原本设计的化妆。你很懂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我们最后反而不想要这种镜子，我们就想要全身镜啊。对，就是这样子画啊，很 OK 哎。对，我是不是要补一下？要做也可以的，它还是也可以做，但是这个做的话动静就会卡到，所以它应该真的是没有要放。因为他这个有自己重新装潢，所以说不定就是按照他自己的需求来做的。应该是女主人，或是谁设计师跟他提议。对，好，那接下来就是一打开来，整个画面都会爆掉的主卧的采光，到底有多亮？哇，全爆！哎呀，哇，这个 view 真的是，它的主卧连在客厅还大哎，这个完全是客厅的 size 了吧？真的比我家客厅大。这个床到底要放哪里？因为假设床头柜要垫的话，这边是一区，这边是一区嘛。这个床也太大了吧？它就是要 super king size。而且其实你想的话，床也可以放那个位置，也可以。起床以后就是山，就是江南，就在你的脚下。叫醒我的不是闹钟，也不是梦想，而是江南，还有太阳。太亮了，这个。对。我刚刚不是说那一个房间可以当自己的客厅吗？但其实这个坪数，你想象一下，这边放了一张 king size 的床，然后这边放床头柜，你这边呢 even 应该是这里可以放一个大张的按摩椅，然后你看这边是不是深度还很够？对啊。所以呢，你这边可以再放一个沙发，这边再放一个电视，你这边还可以再一个客厅。所以你那边就可以变书房，所以这个他自己的主卧就是人家的一个家了耶。是，你看这个大小已经是我们刚刚住那个第15坪啊，没错，是吧？对，毕竟这里是280亿嘛，没错，148坪，很大。就是虽然说我们刚刚有说它的客厅是弧形的，看起来大家会觉得方正比较好规划，但这一块很方正。其实它这样切成一块之后，不会特别觉得说很难做软装，因为它这个线条还是 OK 的。但就是要买很多家具，又要再烧很多钱。Who cares？ 有钱人 care。如果我1个月可以付1亿韩元的租金的话，九妹加油！我真的不知道我要怎么赚到这个钱。各位，以上呢就是房价280亿，月租1亿韩元的这个租屋。托您的福，不敢。终于可以看到这间，我其实非常想看这间。觉得这是天时地利人和，刚好我们来，然后我联络到菲用，然后菲用联系了这个专业的裴大哥，然后呢裴大哥又刚好这间房子要空出来了。对，而且他明明上个礼拜还不行拍哦。上礼拜还在一路瞧到昨天晚上。也有可能你们看到这支片的时候，他卖掉了，也说不一定。那又看不到了。那就看不到，所以这个是一期一会啊。真的。但这边除了租要1个月台币232万之外，你住进来，要买那些家具花不少钱哎。这个软装一定也是上千万台币。这边的管理很棒的点是，因为它跟乐天饭店共用 room service。所以乐天饭店能够叫的餐点，它全部都能够叫到。是哦。我听他们讲，就会跟那个西华富邦，台北的西华富邦共用万豪酒店的 room service 一样。好像可以叫有那种 housekeeping team 可以来帮忙。那真的是很方便。不过以房价来说，280亿的房价，然后1个月租金1亿韩元，1年12亿。它投报率蛮高的，它其实租金算就是买下来比较划算，这投报率算起来4-5%哎，因为正常豪宅好像投报率可能1到2%而已，所以豪宅反而比较难赚。没有，我就看每一间，它有可能租金开比较贵，让你想把它买下来，也可能是个定价策略不一定，所以不确定这一户最终是租出去还是，反正它有明确跟我们说可租可卖。然后这边那个除了租金之外，你的管理费、水电就是自己付，那管理费600万就是它的底了，还会再高。600万已经比很多人租金还要贵了。对，600万是台币14万呢，在台北就是超级豪宅。对，14万可以租到，而且这只是最低哦，最低还会更高哦。很夸张，这管理费很夸张。那最后有决定要租吗？这户？这个如果这个0人的挑战平均收视率有每一集突破100万的话，我就带团队来乐天乐园玩。
你现在就可以去了，还是你就说，哎，来，真的太贵了，你们对我是不是有一些错误的幻想？我真的吗？哎，台湾顶流，我真的租不起那个押金啊，多少钱？2000多万现金哎，现金哎。如果我们是想要一个住在乐天塔的虚名，乐天饭店，没有楼下有比较平价一点的租屋，一样是乐天塔，也是在这一栋，也是在这栋。那你找2户干嘛？要吧？要抽1集哎，要2户吧？因为另外一户你可能比较买得起。我们下一户不会真的要租下来吧？去看一下，你可以看一下决定，但真的是比这里平价。比这里平价。好，那这里我先保留，看完全部再决定。这个裴大帮我保留30分钟，我30分钟后决定。是啊 ，OK。好，那我们去看另外一户乐天塔。好。之前就聊到，使用 Surfshark 在串流平台上面呢，跳到其他国家就有机会看到更多不一样的电影或者是这个剧集。你知道台湾的 Netflix 没有魔戒吗？我记得之前有啊，是不是日本的有？你搜寻看台湾的。好，我先看台湾版的魔戒，还有只有魔鬼的计谋。我再跟你讲，在台湾 Netflix 你搜寻乌龙派出所，嘿，没有乌龙派出所很正常吧？哪有？我觉得火影忍者、海贼王全部都有，没有乌龙派出所真的没有，有 One Piece 但没有乌龙派出所，然后也没有蜡笔小新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实际使用 Surfshark， 那再次讲它的 App 非常的好用，不管是 iOS 或是安卓，甚至是电脑端都超级好用。那我们直接点日本，右上角出现 VPN， 代表你已经成功连到日本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大退把 Netflix 关掉之后呢，重进，你看它的封面变成日文版的，就代表已经成功了。搜搜看魔戒嘛，魔戒，有出现指环王，有魔戒，有乌龙派出所，蜡笔小新有一堆电影版，对，好赞哦。Surfshark 另外一个很实用的点就是你出国去日本、去韩国，然后你追剧追到一半，在饭店你要连回到台湾的 IP， 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要翻去外国，而是从国外翻回来。还有很多国外的留学生，他们是要靠 VPN 翻回来台湾看巴哈姆特动画风啊，对。所以各位，如果你非常喜欢看剧、看动漫的话呢，我觉得 Surfshark 是非常实用的。农历新年优惠，订购2年方案会送4个月额外使用期限，以及高达10GB 的 Sally 数据。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呢，一样是到我们的资讯栏位参考看看吧。没有想到乐天塔拍1户就算，拍2户。我们现在位于45楼，我们最开始瞧的没有瞧到乐天塔，然后一直到昨天晚上临时瞧到2户。我跟他讲这个故事是这样，就说，这边没灯啊，就是我们要拍那个租屋对决，然后其实有一个观众团已经很漂亮了，然后台币大概1个月8万，我说很漂亮，可以啊，可以拍啊。然后 Ken 就说不行，这不够贵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委托各个有钱人会彼此互相认识，我们也都发脆啊，大家都发社群，也有公开问啊，也有私下问。没想到不同的路径都问到乐天塔，撒了网超大所以想说先拍贵的给各位看，然后再拍一个你负担得起的。我不知道，我还不知道资讯。那我们这一户是怎么借到的呢？有请我们在韩国最早的朋友，我们的小龙耶，见面了，有来了耶！这个听说是小龙托过关系，还是你就住里面？没有，等下就拿钥匙出来。就听说这一户是小龙紧急帮我们call电话，然后接到的。对，是我舅舅的好友，真的很燥，谢谢小龙。不会，对。不过小龙听说待会有会要开，对，所以呢，小龙可能会先离开，但是我们就是进去带大家看一下，说45楼坪数小一点点，长什么样子，租金是否我能负担？你可以的。哇，一进来就是花，很美很美，而且它是有符合华人风水，有一个玄关，然后直接放一幅画。然后刚刚小龙有跟我讲说，这个主人呢，他这边之前有出租，但他现在是当做他的招待所，同时是画廊。他会买卖一些画作，他风格装潢风格又不太一样。它很像美术馆的感觉。对，他这边叫做 Gallery Mart 828，然后屋主叫 Tom， 然后把它反过来。原来是这个意思。然后女儿好像是828生的。那是不是跟某人的生日？跟一位我个人非常尊敬、非常喜爱的人。没有，我蛮熟的 YouTuber 同一天生日。很熟的 YouTuber。我不敢说尊敬跟敬仰，那也太自恋了。就是我啦，就是我828生。那你很适合住这里耶。他那边刚刚有一个储藏间，只是那储藏间他说有些杂物可能不方便给我们拍，然后另外一边门可以通到厨房，所以它是一个有点像回字形的一个动线。他用的香氛是一个很棒的香氛我很喜欢这个牌子，他们家的味道超香的。这牌子我知道，这个也很有名吧？这个就比较大众化一点。大众，这个比较贵。这比较贵吗？对。
不愧是主妇喜欢。哎，没，好说哎呀好说。好，那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客厅啊，公领域很漂亮这个是很标准的。它这个室内几坪啊？它的室内是62坪，整个是92坪。哦，它公设比跟台湾差不多这公设感觉也30%，有一个餐厅，然后呢很现代的这种也是砍在里面的电器柜、冰箱，然后呢烤箱、酒柜，然后有一个外厨房。那比较特别的是，它就真的是放很多画作。对啊，连厨房都有这种很可爱的画，而且室内62坪其实还是很大。很大。你家几坪啊？韩国的家？我家18坪，3房。哦，18坪怎么住3房？客厅跟餐厅是开放式的哦，然后房间就比较小了。所以是你家的3倍大。对，可以啦，可以，加油！其实真的很像画廊，很美对啊，其实就有这些摆设，然后就是招待客人来，一边喝个饮料，然后一边赏画。屋主有介绍其中几幅画，好像都是很有名的作家，但这个不在我的领域，怕讲错，怕讲。各位如果认得出来，欢迎留言跟我们说。但屋主有特别讲，他就是说喜欢这些艺术品，然后有的时候会招待客人或朋友来这里，然后有时候聊聊喜欢，他可能会买也会卖，所以就当画廊，招待所兼画廊。对，然后刚好我们真的是不拍则已，一拍直接在乐天塔从白天拍到晚上，45楼 view 也是很好对呀，下面就是那个电影院跟那个 shopping mall， 然后左边是汉江，对不对？对，这边从那边可以看到汉江。我刚好有问裴大哥，他说我们刚刚是不是280亿嘛？对，他说同样的大小面向，如果是面汉江50亿韩币，就台币再加1亿多，就为了那个 view。所以韩国人就是要看汉江。对，韩国人喜欢看汉江。对，就有点像类似你住在塞纳河旁边，毕竟汉江它就是贯穿了首尔的中心，然后把它分成汉江以北，然后汉江以北就有景福宫啊，那些青瓦台啊等等，然后汉江以南的话就是江南，有很多科技新贵啊，就是如果要用台北比喻，有点像是面大安森林公园。但它不是一条河，对，台北人比较没有在追求面哪一条河，对，但韩国人会，首尔人会追求要面汉江，对，它就是有成功的有2种，一种就是可以看到南山塔的，一个是可以看到汉江的，这种感觉。就如果我的家看得到南山塔成为很厉害的。所以刚刚68楼另外一面可能也看得到南山塔，对，类似嘛，对，所以就当然要加50亿。好，那在开始看他们的这个客房之前呢，是不是要来宣布一下到底租不租得起？上一间1个月台币200多万，韩币1亿，不过就200多万嘛。来，这间多少？我先讲一下，他之前的住客是4月退租的，他真的有租出去，真的有半年前，好像住了2-3年吧。当时他租出去的价格1个月3000万韩币。换算台币是69万8507一个月，保证金是4亿，保证金付快1000万台币，然后他保证金压在那里压快1年的租金，就是 Ken 现在讲的这个价格是实际成交价，并不是开一个比较高的价格给你杀价。对，他真的是有租出去，他真的租出去，所以他1个月这个就可以赚60几万。但韩国的房地产持有成本高不高？就是税金什么的？每一个人的保有税是都不一样，但是如果这样的比较高级的一个，会更贵。对，4%到5%。很高对，这样的比较高级的，太高了吧？那可以理解为什么租金很贵了，比刚刚200万便宜很多那个裴大，我慎重考虑，刚那户就先保留，先把我取消掉。你喜欢这租不起啦，太贵了。我现在每个月办公室租金20万，我就觉得很夸张了。 20万 OK 啊，20万这个就3倍而已。好，打妹放弃但是各位有兴趣的话，但这间目前只租给他的朋友，如果对认识的人才有可能找到。是刚刚那间最贵的，要租要买可以。刚刚那间是有公开在网站上面的，不过给大家参考行情啦，就是45楼的行情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客房。好，接下来这个位置原本设计应该是他的客房，但要老实讲，这个客房是三角形，就是尖角。对，就是以风水的格局来说，华人会尽量避开尖角。实际规划面它也很难规划。对呀，这个角落不知道要放什么他现在当做艺廊，其实就觉得三角形很 OK。这里是有窗景，对，然后它的浴室好像也很漂亮。哇，这边又有一幅画就连你洗完澡出来都有一幅画可以看。这个浴室也是有一点点三角形。而且它这个面盆好长。
主要也是因为格局，它刚好在一个角落。对，不过它的浴缸也是木头就当然虽然说以角落来说比较不好规划，没那么方正。我觉得它算是蛮灵活利用了这些机灵空间的。对，就很顺手，你也不会说觉得卡卡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它的其中一个客用卫浴，然后这个客用卫浴的同时也是这一间客房可以用。然后客用卫浴也是很完整，有淋浴间，然后有免治马桶，然后面盆也都很大。对，然后也都有镜柜，有收纳空间。之前它有挂画，但也有床可以睡，然后也有电视，然后最酷的来了。什么东西？你发现了什么东西？我有看过有钱人家里有点超级的，但我第一次看过的这个。你有看过有人家里有刷卡机的？是不是为了让你等一下直接保证金？哦，我想说九妹就是又住这边，然后又买一幅画。我帮你前情提要一下哈，我们在这个前几周的对决我们一个晚上吃100多万韩元的这个晚餐之后，我的卡已经被停卡了。没关系，我相信你不止一张卡。就真的只带一张卡，就真的是一郎啦。他真的有在这边对，做一些买卖，而且屋主特别说，这一栋这一户也可以登记成法人公司，所以其实在这边营业是合法的。接下来呢是其实主卧的位置，但主卧位置也被他变成一郎了。这边也是很厉害但这个就很方正，这一户就是主卧的位置方正，有窗，然后这边有床，然后也可以放电视这样子。对，然后这两边床头柜的插座，它都用白色盒子把它挡起来，那边也挡起来了，很有 sense 屋主非常的有格调，它的美感很棒。而且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放那个 LV 塔，这个很贵，但是其实说实在话，就是 LV 塔，我在很多人家中都有看过，或小红书炫富有人看过，但是通常会有暴发户感。但这一间我觉得是潮流感，对，它很潮，它当然也是会有那种有钱的感觉，但是是潮的，是有品味的，而且他选的画很酷对，而且这个画家超厉害，你知道这个画家？我之前去看他的画展，就是很多名人都收藏他的画，像是孙艺珍就有买。你去看他的画展，你专程去看他的画展？对啊，他各种风格这有点水墨的感觉，对，新潮现代的水墨。其实刚屋主简单帮我们介绍，都是韩国很有名的艺术家。画家，然后有些是新锐的画家，有些是已经成名很久的画家。然后屋主说他这里偶尔也会办公，所以感觉这边也可以开会。听说是 Rose 最喜欢的艺术家，对他的作品。我第一次看到 LV 的装狗狗的耶，好可爱而且刚刚那个屋主就抱着一只狗，对，而且他的狗狗名字好可爱，就是他叫 Tom， 然后他的狗狗叫 Jerry， 对 ，Tom and Jerry，很有情调，对啊，好可爱而且它还有个小项圈，好 cute 一整套的遛狗的也是，而且这个外套也太难驾驭了吧。可是我觉得他可以，很帅，就是屋主本人可以。这边超多的，这可以进去吗？这是展间吧？这个超扯的。我买过一点点的 LV， 然后 Fion 应该懂嘛，就是名牌呢会买到外套的，就是最有钱。包包就是大家的追求，可是买衣服就是真的很有爱那个品牌，喜欢它也是品味。对，它的外套都很好看它的外套就是有花的，但是也有那种很有质感，就是都有，对，就各种风格都有。主卧这边有一个浴缸，对，我第一次看到3个房间的双浴缸，算很奢侈通常在台北的豪宅，或者是纽约，或者是美国的豪宅，但如果坪数够大，会每个都有浴缸。但是如果是首尔这种贵的精华的地方，通常只有主卧有浴缸。对啊，我们刚刚看也是只有主卧有浴缸。但是这个浴缸是方形的，所以成年男子稍微可能腿要缩一下。但这个淋浴间也可以坐的地方蛮好的。就是很适合老人家或者是不舒服的时候坐着洗澡，很美。然后一样也有镜柜，收纳的空间很多。它的那个淋浴是从上面侧面这样下来的。温泉饭店才有可能出现，但是台湾的温泉饭店也没看过这要一开始水线要埋上去是这很复杂。所以你在一开始装潢的时候就要规划好。我不知道他怎么弄的，我要问一下。很像明星的更衣间而且很像选品店像选品店，对，就会有各种品牌的好看的东西，然后也有 vintage 的感觉，很有 sense。它很多这种麂皮的衣服，就是各种材质、各种设计、各种颜色。它稍微有分类，你看牛仔的就在这里，然后深色，它不是为了名牌而买，它是就是喜欢。对，而且它背后有个好像很贵的爱马仕包包，它背后那个封起来，那个封起来，那是应该是鳄鱼皮，应该是第8班。好，各位，我们结束了魔幻的一天。怎么可以一天看这样差距这么大的房子啊？说好要拍1集我不知道现在是要剪2集吗？真的吗？要吧？你知道吗？我们前面还在说，前面2间便宜的应该不会拍太久，就还是拍很久。我们2个就是话很多，我们就是一直聊天。很夸张我们从1个月租金6000多台币的看到200多万。我觉得我们真的是雄心豹子胆，竟然敢看这么贵的东西。你们胆子真大，竟然连这种影片都敢看。
就是我们格局广了，开视野太大了，宽了，这比什么18禁的片还要更胆子要更大才能看。非常，我真的是圆梦哎，感谢你。所以你在首尔住这么多年，你也从来没有进来过？没办法，就是你有上过观景台，但你也不知道在下面的住家长什么样。我知道下面有，然后我也有看过照片，但是呢，我一直很想要进来看。但是真的没有机会，因为这边管制非常的严格。它管制严格到，我就住在这里，我自己会觉得麻烦。那电梯要一直转，很麻烦。对，各位如果去过台北101就知道，如果要去台北101的高楼层，你就是要先坐手扶梯，然后先发正，中间再转。这边是应该是类似的，因为我们是从地下1楼，然后到42楼的拉比，然后再转电梯到我们要去的楼层。对，再转，然后感觉上下班时间要等，这是缺点。好了，那就不定了。是因为这样是不是？好，可惜了。反正我觉得今天是很极端，但是我觉得如果那个半地下在不要是半地下，可能是2、3、4、5楼。你说它的一样的格局，但是放在楼上那一个人住很舒服啊，一个储藏间，一个客厅，然后有一个很大的卧房。对，那个应该会蛮好的。对，然后这个乐天塔这2户真的是太贵了，说实话。它真的就是有点打开新世界的感觉，难以想象。但我们有偷问，就是这一户之前租出去嘛，好像也是超级有钱的外商公司的主管，公司可以报账，应该是外派的，我猜总经理或什么才有资格住这里。哇，这可能要到 CEO 了吧？因为我有拍过纽约的租房对决，纽约的租房对决到1万美金，他们也都觉得很贵了，折合台币30到50万，他们当地人也都觉得很贵了。这个到69万，超过2万美金。可是我觉得他们住在这边有一个身份的象征啦。是啦，所以他们对这种高阶主管的话，可能会要求你要去社交。如果高阶主管需要社交，这一栋真的很方便，就什么都有，什么餐厅他要请客户吃饭、开会。因为韩国人就很知道所有的公寓的建案名字，所以说如果你说就是我住在这里的话，大家就是会哇哦。这个其实是我这个礼拜体会到的。Fion也跟我讲一下，就是韩国的阶级概念意识比台湾再更明显。对，而且有一些包括你的衣服啊、你的包包啊、你的手表什么的，都还蛮能够体现出你这个人的身份价值，所以他们还蛮喜欢这种。好啦，反正呢，今天是非常开心，可以跟 Fion， 然后看了一整天的房子，而且前几天的餐厅其实 Fion 也帮了很多忙。不会啦，我觉得很有趣，真的很好玩哦。再次谢谢 Fion， 然后呢，我们这一系列的韩国片的对决到了这边告一个段落，然后刚刚小龙在开会，所以呢，要再次谢谢小龙。小龙超燥，小龙非常燥。如果小龙真的有来台湾，就再拍片给大家看。赞。可以。好啦，那大家如果想要知道一些韩国日常的话，欢迎大家追踪这个主妇 Fion 的频道。以上呢是本周的就是要对决，大家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分享，还有 follow， 我们就下期见啦，晚安，拜拜，拜拜。不得了了，各位！超猛！我们现在上到42楼，他们的住宅区的大厅，因为住宅从42到71楼是住宅，很美。而且中间就要换乘，你没办法直接到你的家，所以你要在拉比再换一个电梯。对。但是光是这个拉比的 view 就已经很厉害。哎呀，刚刚主妇趁大家不注意，已经下定2户了。没有那么多啦，1户而已。1户而已。以后再给你们拍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在等屋主出现，对，然后他带我们上去。我觉得这个 view 比首尔塔好首尔塔的 view 就是比较旧市区的 view， 就是夜景。然后这个是比较新的地区的，讲到汉家里。但这个拉比真的很漂亮，跟一个很高级的饭店一样。完全不马，我们不能太惊讶了，就这样嘛，就这样，就高一点的。我们尽量讲一些缺点，让各位你们下次别人聊到乐天塔的时候，你就说我是看了全片的影片，是很喜欢啦，但是它还是有一些不太 OK 的地方。对，那这个三角窗，我们家是比较传统啦，那个卧房有一个三角形，就先放弃。对，我希望说电梯可以不要换。对，它那个拉比就算再美，又怎么样？对，我们为什么讲话要一个姐妹感？我不知道。露娜。哪里是我应该叫你九妹欧巴，带我看这些很厉害的房子。因为叫弟弟要叫什么？同生，你叫我同生吧。同生，但是弟弟比较没有那个感觉啦，就是没有那种很撒娇的感觉所以还是要叫我弟弟通常就直接叫名字。OK。然后年菜呢，就会邀请到在过去1年对我们帮助很多的人，欢迎蛇丸耶，阿软耶，阿软就是帮我们瞧到9店对决的男人啦。下一位来宾不得了了，来福，蛇丸跟来福见面会不会尴尬？另外一位福字辈的泡芙耶，泡芙，真有跟女友报备，今天是双福组合。我跟他报备说有来福来，但我不知道泡芙会来。
6人合菜3580，以3000多来讲，前2道菜算很猛。但其实我很多年没有吃年夜饭，那你可以去屏东，不是吧？东坡肉的那个香气慢慢飘出，入口即化，这就是台湾的水准。我们来到了一个没有想过的地方，如果没有特别看的话，根本就不知道这边是入口。有点吓到哎，跟外面差很多。今天阿舍宴的整个费用88888，再加1层。他刚说加1层，我整个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不会帮你挡酒，当初挡酒挡错了嘛？来福是从什么管道看到这个消息？看到吧，照片啊，我先在底下赶快回，赶快不要再问我这些事情。这是阿舍菜的经典，这是经典，哇，这个很酷，近乎失传的阿舍菜品。我只能说这是我近期吃到最好吃的。